如果你手上有20万美金，你是会买房还是买股票？有这最实在的人，大家好，我是你的 Maggie 姐。今天我们来聊聊房地产和股票这两个投资。最近这两个市场都不怎么太平。房地产这边呢，库存不断攀升，很多人开始喊房价终于要崩啦。那股市那边呢，美联储一会儿说要降息，一会儿又说要观望，再加上川普作妖，股价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你是不是也在想，如果我手上有20万美金，是 all in 房产还是买股票呢？虽然我不是什么投资专家但是作为一个在房地产行业多年，也长期持有股票的普通中产，那这期视频呢，我就用自己实际的资产配置，讲讲我自己的投资情况，还有投资心得，希望也能给您一些启发。首先，房地产和股票在投资产品中应该是最容易被人想到的资产了，也是占大部分人最多的资产。那他们两个呢，都有一些特点。房地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稳定性强、抗通胀能力好的资产，适合长期持有。房地产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的抗通胀能力是比较强的，在货币贬值的背景下呢，房地产的价值通常就会上升，能够有效的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过去几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另外呢，买房可以利用杠杆，通过贷款购房，可以用较少的自有资金呢，撬动更大的资产，放大投资收益。而且房贷应该是个人能借到的金额最大、利率最低的钱了。还有呢，房子能带来稳定的收入。如果你把房产出租，就可以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如果租金可以覆盖贷款的话呢，还能形成被动收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房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资产，你还有很多的主动权，可以进行装修、重建等等。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住进去。我个人呢还很看重一点，就是房子的抵税能力，也就是我们之前投资房地产视频里面讲的 deductible、depreciable、deferrable。房贷的利息、房子的运营成本，还有建筑的折旧，你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这个对于很多高收入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好处。当然了，投资房地产有些缺点。首先呢，资金门槛是比较高的，像西雅图一套最便宜的公寓也要40万以上，就算是贷款呢，也得至少拿出几万块钱。而且现在利率呢都比较高的情况下，每个月的房贷也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另外呢，房产的流动性也比较差，房产买卖周期一般都是5到10年，一旦资金出现问题的话，你很难从房子拿出钱来快速周转。还有呢，房子管理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房产需要定期的维护还有管理，如果是出租房呢，可能会遇到什么老赖租客、维修费用高等等问题。那股票呢，通常被认为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可能适合追求资本增值的这些投资人股票的优点呢，就是首先投入门槛低，几百块就能开始投资，适合资金有限的投资者。其次呢，它的流动性也非常的好，股票买卖方便快捷，资金周转非常灵活。而且股市上的产品非常多，可以选择不同的行业和公司，分散风险，也有不同的产品可以选择。当然了，所谓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股票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它的市场波动更大，股市非常容易遭遇黑天鹅事件。比如说前段时间川普的作妖，导致很多股票一下下跌了10%甚至20%，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还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具备一定的财务和市场分析能力。最后呢，就是税务上股票的增值需要交比较高的这种资本利得税，而且合理避税的方法非常的少，基本上你都是要交20%以上的资本利得税。总的来说，房地产和股票从投资来说是各有优缺点。那如果从收益来看，过去10年哪个涨得最多呢？我们可以用标普房价指数和标普500进行对比，看一下过去10年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表现。那根据 S&P CoreLogic Case-Shiller 全美房价的指数，2014年1月的指数为162，2024年12月为327.6，算下来复合年增长率大概就是7.3%。那西雅图相比全美肯定是更高一些。根据标普的西雅图房价指数，2014年1月的指数为162，2024年12月为398.5，算下来呢，复合年增长率就是9.4%。那股票方面，根据数据，2014年初 S&P 500指数约为1848点，2024年年底呢是5800点，计算复合年增长率呢是11.6%。这样看起来其实股票比房价涨得更好一些，但是呢，一般买房都会用上杠杆，可能实际呢还是房地产赚的更多一些就像我们家一样。很多人都问我Maggie 姐，那你自己是怎么投资的呢？那我首先很坦白的说，我并不是什么投资高手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分享一下自己的投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特地和我老公一起整理了一下我们家的资产配置情况。其实我们算了一下，我们的资产占比最多的还是房地产。因为我人在西雅图，也是做房地产的，对这个市场比较熟悉，了解也比较深
所以说投资最怕的呢就是看不懂，所以我只投自己心里有底的这些领域。我们之前买过几套投资房，那我们买的第一套投资房呢是一套破产房，当时首付就没有花钱啊，花了2万装修就出租出去了，前期成本一共是3万3。2016年呢，我们把这套房子卖了，现金流再加上升值，一共赚了14万。算下来啊，复合年回报率是50%左右。当年买房啊，真的就是买到就是赚到。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一套多户型的出租房，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稳定收租，现在每个月呢还能给我提供1500块左右的现金流。那在自住房方面，2012年呢，我们就在 Boston 购买了一套独栋哈，当时的价格是36万美金左右。这套房子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110万左右。那我们现在就是用来出租了，每月租金是3500块，现在每个月呢是有1500左右的现金流，按照20%的首付计算，复合年增长率就是23%左右。那2016年呢，我们又搬到了 Kirkland， 买了一套5000尺的独栋，当时的价格是100万美金左右，目前市场价格呢应该是在250万左右，按照20%的首付计算呢，年化回报率就是32%左右。那在股票投资方面，主要是我老公负责操作哈。我们在过去5年呢，主要就买了 Tesla 和 Meta， 并一直持有到现在哈，没有卖过。虽然说中间经历过股价的波动，但我们呢坚持长期持有的原则，整体回报率呢还行。Tesla 在过去5年增长非常夸张的，年化回报率呢其实是达到了44.13%。当然我们自己的 Tesla 那是陆续买的，根据我老公的说法，我们只是翻了一番而已。那 Meta 的股票是我老公公司发的，后面每个月呢都会加仓一些，所以说这个股票呢也是翻了一番左右。算下来啊，2只股票年化回报率都是15%到20%。此外呢，我们其实还有一半的资金用来配置了 401k、指数基金、保险等等，用来打底哈，分散风险。其实总结一下我个人投资的核心原则哈，就是主要3点：长期持有、分散配置，还有相信专业人士。首先呢，着眼于长期投资，我相信时间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先生刚开始投资股票呢，也是每天一只股票哈，就做很多种短线买卖，后面啊发现太累了，还亏了一大笔钱。所以现在的投资啊，都是倾向于长期持有，不做太多变动。包括我们特斯拉和 Meta 的股票啊，这么多年都是没有卖过。这样呢，不用花太多心思 ，capital gain 呢也比较低。第二呢，就是分散配置啊，就像上面看到的我们家的这个资产配置，还涵盖了就像房地产啊、股票、保险等等多个领域。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呢都有所保障，整体降低了风险。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最后呢，相信专业人士能力。我们除了自己做投资决定呢，其实还会雇佣像专业会计师还有投资顾问来帮我们根据每年的收入情况配置资产。会计师呢能帮你省下非常多的税，投资顾问呢虽然不能帮你赚大钱，但是能保证你的资产配置合理哈，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中产阶层。另外，回馈社会呢可能是我以后的一个主题之一哈。我觉得投资的最终目的呢是自由和意义。去年呢，我成立了一个家庭基金，专门支持自闭症儿童的项目。今年我们还会资助华大关于自闭症儿童的一个研究项目哈。我觉得做投资不能只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选择，更有安全感，还更有意义。那你更喜欢投资房产还是股票呢？如果你有更好的投资建议呢，也欢迎联系我哈。我也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还有投资技巧，说不定呢，以后还可以做个专家访谈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别忘记点赞关注，我是你们 Maggie 姐，我们下期见。